你刚穿越回80年代的大西北，睁眼就发现亲爹正哆嗦着打包破烂准备跑路，只因他被站长栽赃弄坏了拖拉机，不仅要丢掉工作，而且还要面临巨额赔偿。但是李满仓不知道，今天只要跨出这个门，这黑锅那就彻底背死了。此时你猛地睁眼大喘气，眼前是一间简陋的熏黑土墙房屋内，墙角还挂着破蜘蛛网。你愣了2秒，脑子里嗡的一声，2股记忆硬撞在一起，疼得你直咬牙。你想起来了，前世你是21世纪国内顶尖的重型机械总工程师。几天前你带队在西北无人区测试新款重卡，结果遇上黑风暴翻车，眼前一黑就没了知觉。你深吸一口气，心里清楚了自己成了一个8岁半的小屁孩。还没等你理清思绪，耳边传来动静，你转头一看，炕沿边蹲着个干瘦男人，正是你这身体的亲爹李满仓。他正浑身发抖，长满老茧的手哆嗦着，死命把几个黑乎乎的硬糠面饼子往破绿帆布包里塞。包小饼子硬，急得他满头大汗，一个饼子掉在黄土地上，他吓得一哆嗦，赶紧趴下捡起，在破棉袄上蹭了2下继续塞。塞完又去翻炕头的破木箱，把几件破衣服卷成团硬压进包里。你张嘴出声，带着浓浓的西北口音问爹干啥呢？李满仓吓了一大跳，猛抬头，满脸冷汗，眼眶通红。他几步扑到炕边，一把抓住你的细胳膊，声音发抖带哭腔说：铁军你可算醒了，快起来穿鞋，咱得赶紧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你眉头一皱，胳膊被捏得生疼，你甩开他的手，坐起身盯着他问走去哪？到底出啥事了？他慌成这样。李满仓急得直拍大腿，眼泪打转说天塌了，大队农机站那台东方红拖拉机缸体裂了条大缝。你想起东方红拖拉机，这玩意在前世你眼里就是废铁，但在80年代初的大西北，这可是全大队的命根子，春翻地秋拉粮全指望他，谁敢画到印子大队长能敲破他的头？现在缸体裂了，绝对是捅破天的大事。你冷静地看着李满仓问拖拉机坏了跟咱家有啥关系？他跑什么？李满仓一听，眼泪顺着脸上的泥沟往下淌，说孙长海那个老畜生是农机站站长，今早去接班一打火没动静，下车指着发动机就骂娘说缸体裂了，他一把揪住我的领子，吐沫星子喷了我一脸。李满仓越说越怕，身体抖得更厉害，他非说是我昨晚值班偷懒没加防冻液，说夜里降温把水冻成了冰坨子，活活把铁疙瘩撑裂了，他一口咬定是我干的。你冷笑一声，孙长海这老小子你心里有数，平时爱耍官威，仗着是站长到处拉私活，机器从来不保养，机油黑成泥都不换。李满仓抹了把泪，哭丧着脸继续说孙长海发狠话，说拖拉机值好几千，让咱家少说赔300块，要是赔不出就把我送去蹲几年。铁军啊，咱家1年连10块钱都攒不下，拿啥赔？李满仓抓起破帆布包，拉住你的手往炕下拽，说啊，爹带你去镇上你姑家躲风头，快走，晚了孙长海带人来抓，咱爷俩就全完了。看着李满仓吓破胆的窝囊样，以前是当总工的火气腾的一下上来了，遇事不查原因，只知道背黑锅跑路，算什么男人？你反手一把按住破帆布包，你现在虽然是个8岁半小孩，力气不大，但眼神里的狠劲直接把李满仓镇住了。你死死盯着李满仓的眼睛，声音不大却硬气说爹不能跑。李满仓愣住了，呆呆看着你，像是不认识你这个平时3棍子打不出个屁的儿子。他结巴着说不跑，等着被抓去蹲几年啊！你听他放屁，你骂了一句，跳下炕光脚踩在黄土地上，你指着窗外的风沙，一字一句砸常识说爹，你干了半辈子农活，连这点常识都没有。你好好想想，昨晚刮西北风没错，但风口上的气温撑死也就零下2度，0下2度能把一大箱水冻成实心冰坨子，扯淡！李满仓被你吼得一愣一愣的，张着嘴说不出话。你松开帆布包往前一步，盯着李满仓问那台东方红昨晚停哪了？是不是停在农机站后头避风的土棚子里？李满仓下意识点头说是停在棚子里，昨晚风大我特意开进去的，那不就结了？你一拍巴掌说那棚子3面厚土墙，顶上盖麦秸秆，贼风都钻不进。拖拉机白天刚跑完活，发动机铁壳子绝对还有余温，这条件别说外面0下2度，就是0下5度，水箱里的水也绝对结不成冰。看着李满仓一脸茫然，你冷哼一声点破猫腻说水结不成冰，缸体怎么可能冻裂？这摆明是孙长海平时瞎搞，违规操作把机器弄爆缸了，他怕上面查下来让他赔钱，才找你这老实人顶雷背黑锅。李满仓被你这连珠炮砸得晕头转向，他一个老农民哪懂什么物理道理，但看着你刀子一样的眼神，心里的慌乱竟被压下去几分。可孙长海是站长，他一口咬定是我，大队干部肯定信他。李满仓还是发虚，脚往后缩了缩，你一把抓起炕上的破布鞋套脚上，语气严厉说爹，你要是今天跨出这院门，那叫心虚跑路，到时候不是你干的也是你干的，这黑锅就死扣在咱们家头上了。你躲到天王老子那也没用，人家直接去镇上抓你。你站直身子拍拍手上的灰说留在这，只要弄清楚机器怎么坏的，这锅就扣不到咱们头上。李满仓咽了口唾沫看着你，满脸不敢相信，刚想开口说话，院门外传来刺耳的自行车刹车声，紧接着砰砰砰几声，破烂的木门被拍得震天响，门轴吱呀叫，土墙上的灰纸往下掉。李满仓你个老王八蛋给我滚出来，别给老子装死！孙长海那破锣嗓门穿透风沙砸进屋里，震得窗户直哆嗦，砰的一声闷响，破木门被人一脚踹开，半扇门板直接砸在院子黄土上，激起一阵灰。孙长海裹着旧军大衣，挺着大肚子大步跨进院子，大队刘会计夹着算盘和旧账本紧跟在后头。孙长海指着屋门扯着嗓子大吼，骂李满仓出了这么大的事想躲哪去？李满仓本就吓得没底气，听见动静双腿一软直接滑到地上，他连滚带爬扑到门口扒着门框，声音直发抖，说昨晚走的时候机器还好好的，那水箱不可能冻裂。孙长海几步走到屋檐下，一脚踢翻未击的破陶盆，骂昨晚就李满仓一个人值班，不是他没加防冻液把水箱冻裂了，还能是鬼干的？他扭头瞪了眼刘会计，让老刘给这老东西算算，那台东方红的缸体换个新的得多少钱？刘会计翻开账本，算盘扒拉的啪啪响，语气冷冰冰地说，大队那台东方红拖拉机可是金贵玩意儿，缸体冻裂了没法修，只能换总成，连工带料最少得300块钱。李满仓两眼一翻，差点晕死过去，这年头壮劳力苦干一天才挣几毛钱，300块钱把你们一家3口全卖了都凑不够。孙长海步步紧逼，满脸凶狠，说今天拿不出
出300块钱，就把李满仓送到公社去蹲几年。李满仓吓得直抹眼泪，嘴里只会翻来覆去说不是我。我站在炕上冷眼看着孙长海，前世作为重型机械总工，这种小领导甩锅的戏码在我眼里漏洞百出。我直接跳下炕，2步走到门口，一把将瘫软在地的李满仓拉到身后。我才8岁半，个头还不到孙长海的腰，但我挺直腰板死死盯着他。我说孙站长好大的威风啊，声音不大但字字清楚。孙长海低头看着我，一脸不屑，说大人说话小兔崽子插什么嘴，滚一边去。我没动，往前迈了一步，直接指着他的脚底板，问孙站长要我爹赔钢体可以，但他得先解释解释，这双千层底黑布鞋上沾的那层废机油是怎么回事。院子里一下安静了，孙长海愣住，下意识低头看鞋，黑布鞋底边缘确实沾着一圈黑乎乎油腻腻的东西，天冷油没干透，还沾着几根枯草。我根本不给他反应的时间，接着说，我说他口口声声说是我爹昨晚没加防冻液把水箱冻裂了，行，咱就按他说的算，水箱里装的是水，要是水箱冻裂了，就算连带把钢体外壳撑破，顺着缝隙流到地上的也只能是水和冰碴子。我抬头死死盯着孙长海的脸，问他鞋底上沾的是什么，是黑废机油。拖拉机只有在工作的时候，里面的机油才会烧得发黑，钢体要是硬生生从里面爆开，油底壳里的机油才会跟着喷出来。孙长海脸上的横肉抖了2下，结巴着骂我这个小兔崽子胡说八道什么，说鞋底沾点油怎么了，农机站到处都是油。我说农机站是有油，但他鞋底这层油还没干透，明显是刚踩上去没多久的。我冷笑一声，直接戳破他，说昨天下午大队里根本没人用车，就他孙站长一个人开着那台东方红去镇上拉煤了，那台机器根本不是昨晚冻裂的，而是昨天下午被他硬生生给憋爆的。刘会计拿算盘的手停住，眼神古怪的看向孙长海。李满仓连眼泪都忘了擦，呆呆的看着我，不敢相信平时闷葫芦一样的儿子怎么突然懂这么多门道。孙长海彻底慌了，脚不自觉往后缩，想把沾油的鞋藏到大衣下摆里。他骂我这个小王八犊子满嘴喷粪，说自己开拖拉机多少年了能把机器开爆，气得大吼，但声音明显发虚。我看着他心虚的样子，心里冷哼，前世我玩转几百吨重的矿区重卡，这种老式单缸柴油机的毛病闭着眼都能摸出来，今天就让他见识见识什么叫硬核技术降维打击。我说他不承认是吧？行，那咱们就掰扯掰扯。那台东方红拖拉机出厂承重极限就是2吨半，他昨天去煤厂拉煤，为了多摊点运费，硬是装了整整1车斗，煤都冒尖了，那车煤起码有4吨重。孙长海眼皮猛跳，他昨天确实超载了，想不通我这小子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我没停下继续输出，说超载也就算了，回村那条路有段大长坡，拉那么重的货上坡，按规矩必须踩离合把变速箱齿轮推到低档位，齿轮比变大机器才有劲往上爬，可他孙站长图省事嫌换挡麻烦，死死挂着高档位踩着油门硬往坡上冲。我边说边用手比划齿轮咬合的动作，高档位齿轮小根本带不动4吨重的车，发动机转速提不上去，里面活塞在气缸里死命顶，机器憋得直冒黑烟，热量全闷在里头散不出去，水箱里的水没几分钟就烧开锅了，咕嘟咕嘟直往外喷热气。他还是不停车继续死踩油门，我往前猛跨一步指着他的鼻子，我说气缸里压力越来越大，铁皮根本扛不住，最后砰的一声巨响，钢体硬生生从里面被活塞顶炸了，机油混着铁片喷了一地。他当时下车查看，一脚踩在刚喷出来的热机油上，这就是他鞋底那层废机油的来历。他搞坏机器怕大队找他赔钱，就把拖拉机硬拖回农机站，碰巧昨晚我爹值班，他就顺水推舟，一口咬定是我爹没加防冻液把水箱冻裂的。我说孙长海这口大黑锅扣的可真够溜的，我这番话条理清晰，从超载爬坡到水箱开锅，每个细节都严丝合缝，就像我亲眼看着他开爆的一样。院子里一下没了声。刘会计是个明白人，听完我这话，再低头看看孙长海拼命往后藏的脚，还有那张涨成猪肝色的脸，一下子全明白了。他看孙长海的眼神直接变成了怀疑和瞧不起。刘会计清了清嗓子，往旁边挪了半步拉开距离，说这孩子说的有鼻子有眼的，昨天下午孙站长拉煤回来，他也确实看见车斗里装的冒尖了，问这钢体到底是怎么坏的。孙长海脸一阵红一阵白，额头青筋直冒，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甩锅计划竟被个8岁半的小子当面扒了个底朝天，这要是传到大队书记耳朵里，他这站长干到头不说，还得自己掏那300块钱。孙长海气得浑身发抖，指着你说反了真是反了，他没法反驳你那些机械道理，只能耍无赖拿权力压人。孙长海说李满仓教出个好儿子，弄坏了公家机器不赔钱，还敢编瞎话往领导头上扣屎盆子。他转头恶狠狠瞪着地上的李满仓，李满仓刚回过神，被这么一吼又吓得缩起脖子。孙长海咬牙往地上啐了口唾沫，说你们有种。孙长海说李满仓给老子听好，从今天起你被农机站开除了，以后那看门的活你别干了，每个月12块钱工资你1分也别想拿。孙长海甩下话扭头就走，到院门口又回头恶狠狠指着你们，他说你们给我等着，这是没完。说完大步跨出院子，气冲冲走了。刘会计叹了口气，摇摇头也跟着离开。李满仓坐在冰冷的黄土地上，脸色煞白，像丢了魂。农机站看门的活可是大队里少有能拿现钱的铁饭碗，每个月12块钱是全家换粗粮糊口的命根子，现在工作没了。李满仓绝望无脸，手指缝里传出压抑的哭腔。你走过去拍拍李满仓的肩膀，没吭声。你心里清楚，没了这份收入，在这一大家子吃大锅饭的院子里，你们这房马上就会变成别人的累赘。不到半天，李满仓被开除的消息就传遍全院。天刚黑，正屋那边就传来大伯和三叔摔摔打打的动静，咣当一声铁盆砸地，紧接着是你大伯母尖着嗓子骂街。大伯母说这日子没法过了，一个月12块钱说没就没，还得罪了农机站站长。他说以后全家都得跟着喝西北风，谁惹的祸谁自己扛，别拉着咱们一大家子垫背。你三婶在院子里喂着鸡，也阴阳怪气的接话。三婶说可不是嘛，平时看着老实，惹起祸来比谁都大。
他说孙长海是大队干部，随便动动手指头，咱们明年连工分都挣不上。李满仓坐在破床边，双手死死抓着头发，脑袋快低到裤裆里，肩膀一抽一抽的掉眼泪。你靠在土墙上冷笑，前世你是顶尖重工总工，啥阴招没见过？你心里清楚，这穷年代亲兄弟为了几口棒子面都能翻脸。李满仓丢了铁饭碗，在这个吃大锅饭的院里，立马成了累赘。木门被一脚踹开，你三叔满脸嫌弃的站在门口。三叔说：“二哥别躲着了，爹叫咱们去政务开会，赶紧的。”说完扭头就走，多看一眼都嫌烦。李满仓吓得一哆嗦，胡乱抹了把脸，站起身死死攥住你的手。他掌心全是冷汗，声音直发抖，说：“咱们去见你爷爷。”李满仓说：“一会儿你别说话，爹求求他们，爹能干活，肯定不让他们把你赶出去。”你没吭声，任由他拉着出门。正屋里点着煤油灯，你大伯端着搪瓷缸子板着脸，大伯母和三婶抱胸拿眼角翻着你们，三叔靠在门框上堵着门，你爷爷盘腿坐在炕头抽旱烟，连眼皮都没抬，全当你们是空气。李满仓一进屋，双腿一软，扑通跪在地上。李满仓说：“爹大哥老三，那拖拉机真不是我弄坏的，都查清楚了，是孙长海他自己。”你大伯把茶缸子重重往桌上一磕，说：“行了。”大伯板着脸算账，说：“老二现在说这些有啥用？人家是站长。”他说：“你弄坏的就是你弄坏的。”大伯说：“你工作丢了，1个月12块钱没了。”他说：“咱家10来口人全指望你这点工资买盐买火柴，你把财路断了，这日子咋过？”三叔跟着帮腔说：“二哥孙长海记仇，他要是给咱家穿小鞋，明年全家的工分都得扣光。”三叔说：“你这是把全家往死里逼啊！”大伯母指着李满仓鼻子骂，说：“就是你惹的祸，凭啥让我们跟着倒霉？”大伯母说：“我们下地干活养着你们俩白吃饱，到头来还得挨整。”李满仓急得满脸通红，跪着往前爬了2步，死死抱住你爷爷的腿。李满仓说：“爹，你发句话，我能干活，我明天就下地一个人干2人的活，保证不拖累家里。”他说：“孩子才8岁半，求求你们别赶我们走。”你爷爷咳嗽2声，把腿从李满仓手里抽出来，在鞋底磕了磕烟袋锅子。你爷爷说：“树大分枝，人多生分，老二你大哥他们拖家带口不容易。”他说：“既然你惹了麻烦，就分家吧，老大你个单子。”听到分家俩字，李满仓彻底傻了，瘫坐在地上半天说不出话。大伯早有准备，掏出一张旧报纸拍在桌上，说：“老二亲兄弟明算账。”大伯说：“正房没你的份，东西厢房我和老三1人1间，猪圈鸡窝别惦记，铁锅农具都是公用的，不分给你。”李满仓眼睛都直了，问大哥啥都不给我们爷俩住哪拿啥做饭？大伯翻了个白眼，指着门外说：“西边塌了半边顶的土坯羊圈不是空着吗？搬那去凑合。”大伯说：“口粮给你们拿20斤棒子面，算是仁至义尽了，同意就在这按个手印。”三婶在一旁冷笑说：“20斤不少了，够吃半个月了，赶紧画押，别赖着不走。”李满仓气得浑身发抖，看着满屋子冷脸和炕头上闭着眼的亲爹，绝望的低下头掉眼泪。你站在一旁心里清楚，留在这互相算计的家里天天受气，不如干脆搬出去。凭你前世总工的手艺，在这遍地机会的80年代，还愁带不飞李满仓？你直接大步走到桌前，一把抓起半截铅笔。李满仓吓了一跳，赶紧拉你，问你干啥，快放下。你没理他，手腕用力在报纸空白处狠狠画了个10字压，戳破了纸。你抬头扫过大伯三叔，盯着你爷爷，干脆利落的开口：“你说分，西边他顶的羊圈归我们，口粮拿1人份的粗粮，其他一概不要。”屋里瞬间安静，谁也没想到一个8岁半的孩子敢拍板。大伯愣了1秒，生怕你反悔，一把将报纸抢过去，死死塞进怀里。大伯说：“这是他自己说的，老二字都画了，不能反悔。”大伯捂着胸口，满脸得意。三叔嘴角直撇，说：“既然分清楚了，赶紧收拾东西搬过去。”你爷爷重新装上一锅烟丝，闭眼抽烟，再没看你们一眼。李满仓瘫坐在地上，满脸死灰。你走过去抓住他的大手，用力拽起来，说了声：“爹，咱们走，这破地方白给都不住。”你拉着李满仓走出正屋，回到破屋，根本没啥好收拾的，2床破铺盖，几件补丁衣服，一个破海碗。李满仓一边打包一边抹眼泪，说：“爹，对不住你，那羊圈连个门都没有，这大冷天的，咱们爷俩可咋活啊？”你没接话，目光落在床底下的破帆布包上，那是李满仓当年在农机厂当学徒留下的家伙事。走过去拉开拉链，里面是一套旧锉刀、几把生锈的扳手和一个缺口铁锤。村东头这废羊圈四面漏风，连个木门都没有，只横着几根破树枝。西北冬天的风像刀子一样顺着墙缝往里灌，满屋子都是陈年羊粪的酸臭味。李满仓裹着露黑棉絮的破被子，缩在墙角干草堆里，冻得直哆嗦，翻来覆去叹了一整夜的气。铁军啊，爹没用，连个住的地方都保不住。李满仓带着哭腔嘟囔：“孙站长非要咱赔那300块钱，咱拿命也赔不起啊！现在连家都没了，这大冷天的，爹造了什么孽啊？”你靠在土墙上盖着破衣服，闭着眼没接话。天刚蒙蒙亮，你就睁开了眼。你翻身爬起来，掀开破衣服，走到角落，把昨天带出来的破帆布包拽过来。拉链早坏了，你用力一扯，翻出里面的旧家伙，一把生锈的扁锉刀，几把呆头扳手，一个崩口的铁锤。你摸了摸扳手上的刻度，前世你可是重工总工，对这些机械工具太熟了，废铜烂铁在你手里也能变废为宝。你掂了掂铁锤，塞回包里，往肩上一背。爹，别叹气了，起来干活。你踢了踢地上的干草。李满仓顶着红眼珠坐起来，头发乱得像鸡窝，问铁军：“咱连口热水都没喝，干啥活啊？”爹等会去大队部找队长磕2个头，看能不能借2斤粗粮对付对付。借啥借？跟我走，咱自己挣去。你没给他废话的机会，一把将他从干草堆里拽起来。你们爷俩顶着冷风，深一脚浅一脚往村外走。刚到村口老井边，正撞见你三叔端着半盆脏水出来倒。他瞅见你们这一身土的样，白眼一翻，一盆脏水直接泼在你们脚边。泥水溅了李满仓一裤腿。哟，大哥，大清早带铁军去哪发财啊？你三叔撇着嘴满脸看笑话，说要不你去我家自留地捡点烂菜叶子，总比饿死强。昨晚在羊圈睡得挺香吧？李满仓涨红了脸，低着头死死捏着衣角不敢吭声。你三叔见状更来劲了，说大哥，你得罪孙站长欠了300块钱，全村都知道了，你现在就是个扫把星，赶紧带铁军出去躲躲，别在村里碍眼。你冷冷扫了他一眼，你三叔被看得心里发毛，他刚想骂人，你已经拉着李满仓转头就走。你想得很明白，现在废
费唾沫没用，等会拿真金白银砸他脸才最管用。出了村越走越慌，李满仓一看路线不对，一把拉住你，问铁军，前面是大黑沟，那地方干了10几年全是破石头，咱去干啥？大黑沟是条干涸的泄洪沟，村里人都嫌邪门，放羊的都不去。你没停步，迎着风大声说，就是去捡石头。你心里清楚得很，前世你勘探过西北地形，这大黑沟上有几10年前建过小型选矿场，后来厂子废弃遇上山洪，废料和报废机械全冲了下来，顺着水流冲刷的力学轨迹，重的金属部件绝对会沉积在下游回水湾里。村民不懂力学，当它是废坑，正好便宜了你。走了半个钟头，到了大黑沟，沟底全是干裂黄泥和鹅卵石，你顺着沟沿往下走，盯着河床走向，在一个拐角处，水流痕迹打了个转，形成一片凹陷的沙土层。你蹲下抓起一把土捏了捏，土质细腻，明显是水流回旋沉淀下来的。你站起身，拿脚跟重重一跺，说就这儿，爹，开挖。李满仓瞪大眼，连连摆手，问挖啥？这底下除了石头还能有啥？咱别闹了，冻一早上肚子都扁了，赶紧回去弄点吃的吧。听我的，挖就对了。你把帆布包扔在地上，抽出断节铁锹塞进李满仓手里。今天要是挖不出东西，以后我啥都听你的。李满仓拗不过你，只能叹着气接过铁锹。西北冬天的冻土硬得像铁板，李满仓一敲下去，当的一声，震得虎口发麻，地上只留下一道白印。这土冻死了，根本挖不动啊！李满仓搓着手，满脸抗拒，用脚踩着锹背，使劲往下蹬。你在一旁指挥。李满仓咬着牙照干，挖了快1个小时，坑才挖了半米深，他累得满头大汗，直起腰把铁锹往地上一杵，说铁军真挖不动了，啥也没有，咱回去吧。话没说完，铁锹头顺着坑壁滑了一下，当的一声闷响，撞上个硬东西。这声音不对劲，不是撞石头的脆响，而是金属磕碰的闷音。你盯着那地方，直接跳进坑里。你蹲下身，飞快扒开碎土，土层下露出一截黑乎乎、长满泥锈的轮廓，形状带着规则的弧度，绝对不是石头。你抓起崩口铁锤，沿着边缘用力凿了几下，震松冻土。你仰头喊：“爹，搭把手，把它撬出来！”李满仓跳下来，把铁锹插进缝隙，两人一起握住锹把往下压。咔啦一声闷响，一块脸盆大小、裹满泥巴铁锈的厚重疙瘩被翻了出来。你顺着坑洞继续往下摸，又摸出好几个小1号的铁疙瘩，大大小小堆在一起，足有几10斤。李满仓抹了把汗，看着这堆破烂直摇头，说我当是啥宝贝，原来是一堆烂铁疙瘩。铁军啊，废品站收废铁1斤才2分钱，咱俩手都磨破了，卖的钱都不够买俩黑面馒头，还不如去求求队长。你看着这堆泥猴一样的废件，嘴角一挑，这重量和形状根本不是普通铸铁件，你前世摸过无数重型机械，一掂量心里就有数了。你指着最大的疙瘩说，爹拿铁锤照着边缘使劲砸，把外面那层泥锈敲掉。李满仓嘟囔着，砸它干啥，还不是破铁。抓起铁锤抡圆胳膊，对准边缘就是一锤，泥土和铁锈四下飞溅，外壳裂了道缝。你盯着那条缝喊，再砸10点劲。李满仓咬紧牙，双手握锤，又狠狠补了一下，厚厚的铁锈壳子碎了，掉下一大块。李满仓愣住了，铁锤悬在半空，眼睛瞪得老大。铁锈壳子下面露出的根本不是生铁，缺口处闪着黄澄澄的光泽。李满仓结巴了说，这是啥？揉了揉眼睛，不敢信。他活了大半辈子，这颜色只在供销社的贵重物件上见过。你蹲下身，摸着那黄澄澄的金属切面，你抬头看着李满仓震惊的脸，说纯铜废轴承，这玩意可比铁贵多了。李满仓盯着那块黄澄澄的纯铜，两眼直冒光，喘气都粗了。他一拍大腿，赶紧脱下破棉袄，把那几个重疙瘩裹得严严实实。你俩跟做贼似的，专挑没人的小路，哼哧哼哧把这堆废零件全背回了家的破羊圈。一进门，李满仓赶紧插上门栓，蹲在地上挨个摸铜块，嘴里直念叨能换多少棒子面。你没管他，眼睛在废铁堆里扫来扫去。你前世当重工总工的老毛病犯了，看啥都像能用的零件。很快你盯上了一个黑乎乎的铁疙瘩，你走过去，双手抱起掂了掂分量，扒拉开外面的泥巴。这是个旧式手摇鼓风机，铁皮外壳早瘪了，摇把子上全是黑红的死锈，出风口糊着厚厚一层油泥。李满仓听见动静凑过来看了一眼，摆摆手说，这破风箱早烂透了，里头卡得死死的没用，明天一块砸碎当废铁卖。你握住摇把使劲扳了一下，纹丝不动，里头的齿轮确实咬死了。你抬头对李满仓说，这玩意当废铁卖顶多值2毛，要是修好拿到集上卖给打铁的或食堂，少说能换10来块。李满仓瞪大眼睛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你，10来块你做梦呢？这铁疙瘩锈得跟长一块似的，打铁的大铁锤都砸不开，你能修好？咱家连把像样的扳手都没有，拿啥修？你有办法没多解释，转身往厨房走。李满仓在后面喊，哎你干啥去？你跑到灶台前，拿起烧火棍，把灶坑里没凉透的草木灰全扒拉进破铁盆里。这东西含碱量高，是天然去油剂。端起盆你就往院外跑。李满仓追到院门口，气得直跺脚，你这批猴子又折腾啥？你头也不回的跑到村口，村口有条干涸的碱沟，沟边结着一层白花花的结晶，那是天然土碱。你蹲在沟边用破瓦片使劲刮白霜，西北风呼呼刮，冻得你直吸溜鼻子，但手没停，刮了满满一大捧土碱，用破布包好。你赶紧跑回家。李满仓正蹲在羊圈发愁，看你端着灰揣着土块回来，眉头拧成了个疙瘩。他满脸不高兴说，你弄这些破烂干啥，瞎耽误功夫。你没理他，直接在角落架起煮猪食的破铁锅，倒了半锅水，点着底下的柴火，水一烧热，你把草木灰和土碱全倒进锅里，拿木棍搅和几下，锅里的水立马变成浑浊发黄的泥汤，咕嘟咕嘟冒着刺鼻热气。你指着铁疙瘩说，爹把鼓风机外壳砸开，掏出里头的齿轮。李满仓100个不愿意，嘟囔着，这水脏不拉几的能顶啥用？这不是糟蹋柴火吗？你盯着他眼神发亮，语气根本不容反驳，爹听我的，砸开它。你前世在车间指挥工人的气势不自觉露了出来。李满仓愣了一下，被你这眼神镇住，下意识拿起锤子，他找准接缝处当当敲了几锤。
锤，接着用起子一撬，铁皮壳子咔吧分开了，里头大大小小的齿轮全糊在一起，黑机油混着红铁锈结成了一块硬石头。李满仓叹气说：“看吧，死透了，神仙也弄不开。”你指着浑水锅说：“扔进去煮。”李满仓一咬牙，用火钳夹起那坨齿轮，扑通扔进滚水里。让人看傻眼的事发生了，你心里清楚，草木灰加土碱遇上高温开水就是最猛的去油水，对付陈年油泥和铁锈比专用清洗剂都管用。齿轮刚进锅，水面立马翻起大片白沫，紧接着硬石头一样的黑油泥开始发软溶解，一丝丝黑油花全浮了上来。李满仓吓得往后躲了半步，说：“这水咋还冒泡了？”你拿木棍在锅里慢搅，说这是起反应了。齿轮互相碰撞，原本咬死的齿轮竟然开始松动。10分钟后，大块铁锈渣子直往下掉。20分钟后，连成一块的齿轮彻底散开，在滚水里直翻腾。李满仓蹲在锅边，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他活这么大，从没见过一把灰加点土碱就能化开铁疙瘩。他结巴着问铁军：“你这是跟谁学的法术？”你随口扯了个谎，说什么法术？这叫化学反应书上看的。半小时一到，锅里的水已经成了黑红的泥浆。你让李满仓退了火，用火钳把齿轮一个个加进清水盆里，滚烫的铁溅遇水直冒白烟。你伸手进盆，拿抹布抓起个齿轮，使劲一擦，黑垢红锈跟烂泥一样全掉了。你把齿轮举到李满仓面前，阳光下黑乎乎的铁疙瘩竟然露出了铁灰色的金属光泽，连缝隙里的脏东西都掉得干干净净。李满仓倒吸一口凉气，一把抢过齿轮，翻来覆去的看手都在抖。他激动的声音都变了调，说：“神了，真是神了，一点锈都没了。”你把剩下的齿轮全洗干净，摆在地上。你说：“爹，按原样装回去。”齿轮轴上滴2滴菜籽油。李满仓现在对你服气的很，一句废话没有，拿起起子扳手就开始组装。没一会儿，齿轮全归了位，铁皮外壳也扣上了。你走上前，一把抓住原本卡死的摇把，用力一转，没有任何卡顿，摇把顺滑的转了半圈。紧接着你加快速度，胳膊用力摇了起来，齿轮咬合声清脆有力。随着摇把越转越快，一股强风从风口猛喷出来，风力大得惊人，直吹地面，黄土瞬间满天飞，连角落的干草都被卷上了半空。第二天天刚亮，李满仓从隔壁借了辆缺油的独轮车，推起来吱扭吱响，车板上绑着昨晚修好的手摇鼓风机，旁边破麻袋里装着几斤废铜烂铁。今天是逢5排10的大吉，李满仓用破棉袄大巾把你裹紧，让你坐在车前头，推着车就往镇上赶。一路上李满仓闷头推车不说话，你心里清楚，他还在愁农机站孙站长那300块钱的黑锅。你顶着风大喊：“让爹别愁了，等把这机器卖了，日子就好过了。”李满仓叹气问：“这铁疙瘩真能卖上价？要是卖不出去，孙站长那边咋交代？”你说：“放心吧，咱们这是硬货，抢手着呢。”还拍了拍鼓风机，走了1个多小时到了镇上，集市上全是人，卖旱烟、卖耗子药的都在扯着嗓子喊，大家蹲在空地上就把东西摆出来了。李满仓先推车去了边上的废品站，老头拿秤一勾，说：“废铜3斤2两，废铁5斤半，一共1块2毛4。”说完拍出一把毛票和钢镚。李满仓把钱来回数了2遍，叠得方方正正，塞进贴身内兜，还在胸口拍了2下。有了这1块多钱垫底，他脸色总算好看了点。你跳下车指路，说：“爹，去镇东头。”你知道铁匠铺火星大烟也大，一般都在镇东头。顺着人流挤过去，老远就听见打铁声，一个光膀子的老铁匠正抡大锤砸红铁块，旁边一个半大小子吭哧吭哧拉着个大木风箱，风箱声音闷，缝隙直冒白烟，明显漏气了。炉子里的火苗软塌塌的，铁块烧半天还是暗红的，根本没法打。老铁匠砸了2锤砸不动，气得扔下大锤踹了一脚风箱，指着徒弟骂说：“没用的玩意儿，漏气漏得连个火星都吹不起来。今天这批锄头咋交差？”徒弟委屈的撇嘴说：“师傅，这风箱里鸡毛都掉光了，挡板也裂了，我使出吃奶的劲也拉不出风啊。”老铁匠急得直跺脚。你扯了扯李满仓的袖子，说：“爹，买卖来了。”李满仓看老铁匠正在气头上，吓得腿发软，拉着你就往后退，说：“儿啊，这老头脾气冲，咱别去触霉头。你说怕啥？咱是给他送宝贝的，他得谢咱。”你甩开李满仓的手，大步走到铁匠铺门前喊：“说大爷，风箱漏气火候不够，你这铁打出来也是废的。”老铁匠转头瞪你，说：“哪来的小屁孩，懂个屁，一边玩去，别在这捣乱。”你指着独轮车上的铁疙瘩，说：“大爷，你那破风箱早该劈了当柴烧，试试我们这个手摇鼓风机，包你炉火旺的能化铁水。”老铁匠瞥了一眼机器，撇嘴说：“就这破玩意儿，外壳全是锈，看着比我风箱岁数都大，能管个屁用？你说好不好用？试试不就知道。”你转头喊：“爹，搬下来。”李满仓硬着头皮把鼓风机扛下来放炉子边，你指挥那徒弟把出风管对准炉膛底下，拿砖头垫稳。徒弟看师傅没拦着，赶紧照做。你走上前，双手握住摇把，用力摇起来，齿轮咬合声清脆响亮，一点不卡。一股强风顺着铁管直接喷进炉膛，轰的一声，火苗瞬间窜起半尺高。炉子里的焦炭被风一吹，立马烧得通红刺眼，热浪扑面而来，烤得人脸发烫。老铁匠吓了一跳，退了半步，眼睛死死盯着炉火，下巴都快掉下来了。老铁匠一把推开你，说：“好家伙，这风力够冲啊，我来试试。”他抓住摇把用力转了几圈，火苗呼呼往上窜，火星溅得老高。老铁匠满脸兴奋，越摇越快，连连点头说：“好东西，一点都不费劲。”风还这么大。他停下手，摸着胡茬看着李满仓问：“老弟，这玩意儿咋卖？”李满仓紧张的直咽唾沫，搓着手结巴，说：“这他哪知道要多少钱，几毛钱收来的废铁，能卖2、3块他就知足了。”你直接跨上前一步，说：“大爷，一口价20块钱。”老铁匠瞪圆了眼，嗓门都大了，说：“啥？20块？你抢钱啊？这明明是个旧机器，翻新过的吧？最多给5块。”李满仓一听5块，眼睛都亮了，刚要点头，你一把拽住他的衣角扯了一下，你说：“大爷，旧机器不假，但里面的齿轮我们重新打磨过，滑溜得很。你去供销社买个新的，少说也得50，还得要工业券，你上哪弄去？”老铁匠哼了一声，说：“那也是旧的，万一用2天坏了，我找谁去？”你等的就是这句话。你把李满仓往前一推，大声说：“大爷，这机
机器买回去，我爹包修3个月。你说我爹是农机站的6级钳工，手艺10里8乡都有名，3个月内只要出毛病，免费给你修好。老铁匠上下打量李满仓，李满仓常年跟拖拉机打交道，衣服破旧，手上全是老茧，指甲缝里还有洗不掉的机油印子，站在这儿就是个活招牌，一看就是懂技术的老工人。老铁匠犹豫了，包修3个月太诱人，镇上找个修自行车的都难，更别说修鼓风机了。他咬咬牙，伸出2根手指，说15块，再多1分也没有。不过我家里有点细粮票，可以搭给你们20斤。他说要是行，咱们立马交钱，不行你们推走。你心里一算，15块钱在80年代初可不是小数目，抵得上学徒工大半个月工资，更别说20斤全国通用的细粮票，有钱都买不到。你干脆点头说成交，15块钱加20斤细粮票。老铁匠生怕你们反悔，赶紧跑进里屋拿钱和票。没一会儿，15张1块钱纸币，外加2张10斤的粮票塞到了李满仓手里。李满仓攥着钱和票，手直哆嗦。他这辈子没一次拿过这么多钱，像做梦一样，嘴唇哆嗦半天，愣是没说出话，眼眶都红了。你把独轮车推过来，拉着李满仓的衣角往集市另一头走。你说爹别发愣了，把钱收好。李满仓猛地回过神，赶紧把钱和粮票塞进贴身内兜，死死捂住胸口，生怕风吹跑了。你拉着他走到集市中间一个卖5金工具的摊位前，看着摊子上摆着的平错、圆错、大号扳手和一捆捆焊条，你咧嘴笑了。随后你拉着李满仓在集市扫货，平错、圆错、大号扳手和细焊条全塞进破帆布包，顺道去粮站用细粮票换了10斤白面，又割了2斤肥肉。回到家，李满仓看着满炕的东西，激动得直搓手。你跑到院角废弃的羊圈，这地方宽敞，顶上还有半个草棚挡雨。你找了块破木板，拿半块红砖在上面歪歪扭扭写下机械修理4个大字。李满仓吓了一跳，味儿这能行吗？咱连个铺面都没有。你把木板往羊圈门口一竖，拍拍手上的红砖灰，说爹，手艺就是铺面。牌子刚立出去，村民就围过来看热闹。村东头刘寡妇嗑着瓜子撇嘴说要满仓，你这被孙长海赶出农机站，改在羊圈里干活了。他又说这字谁写的，跟狗爬似的。几个闲汉跟着起哄说连拖拉机都能搞坏，谁敢把东西送你这修啊？李满仓脸皮薄，臊得满脸通红，低着头不吭声。正吵着，隔壁王奶奶端着个破铝锅挤进来，锅底破了个指甲盖大小的洞。她叹气说满仓，我这锅漏了，去镇上不得花5毛钱，还得走10几里地，你帮我瞅瞅能补不？李满仓接过来一摸破洞，皱起眉头说王婶，铝锅不好焊，容易烧穿。你盯着那口锅，前世重型机械总工的经验冒了出来，你想都没想直接开口说爹。拿砂纸把破洞周围的黑灰打磨干净，用小号平错修平毛边。你又说拿咱刚买的低温铝焊条，火候别太大，点焊就行。李满仓愣了一下，他6级钳工干的都是大铁疙瘩，没碰过这种精细铝皮活。听你这一说，他技术底子瞬间通了。他没废话，拿起平错擦几下，把破洞周围蹭得发亮，接着点着喷灯调小火苗，一手拿焊条，一手拿喷灯，火苗一舔，一滴亮闪闪的铝水精准滴在破洞上。李满仓手腕一抖，顺势一抹，不到5分钟，火一关，一个平滑的焊点死死封住破洞。看热闹的人全闭了嘴。李满仓端起一瓢凉水，哗啦倒进锅里，一滴没漏。王奶奶眼珠子都瞪圆了，摸着锅底乐开了花，说哎呦真神了，满仓，你这手艺比镇上那老王头强多了。多少钱？李满仓挠挠头，刚想说不要钱，你抢先开口说王奶奶，街坊邻居的不要工钱，您给2毛钱焊条的材料费就行，这价格比镇上便宜了1大半。王奶奶痛快解下裤腰带上的布包，数出2毛钱塞给李满仓，端着锅乐呵呵走了。王奶奶那张嘴就是村里的广播站，不到半个钟头，全村都知道李满仓在羊圈开修理铺，手艺绝还便宜。下午刚吃完饭，羊圈门口就被堵严实了。张大爷扛着断把的锄头，李婶拎着漏风的煤炉子，村头2狗推着踩不动的破自行车，全挤在门口。李满仓连口水都顾不上喝，脱了棉袄，穿着破线衣开干。6级钳工放开手脚，干活快得很。张大爷的锄头，李满仓找了2块废铁皮打孔穿铆钉，当当当几锤子砸死，比新的还结实，收1毛钱。李婶的煤炉子，你一眼看出炉胆裂了，让李满仓糊了点耐火泥，外面用铁丝紧紧箍了3圈，收1毛5。2狗的自行车飞轮打滑，李满仓拆开一看直挠头。你凑过去指着飞轮里面说爹，千斤黄断了，拿根废钢丝用圆错磨细，弯个钩换上就行。李满仓照做，3两下装好。2狗一踩踏板，链条转得飞快，收3毛钱。天黑透了，门口的人才散干净。李满仓点着一盏煤油灯坐在木墩上，你把装钱的破纸盒端过来，哗啦一声倒在木板上，1分、2分、1毛、2毛的毛票和硬币堆成了小山。李满仓扒拉着零钱数了3遍，声音都在抖，说3块、3块4毛2分。儿啊，咱一天挣了3块多。你没吭声，把钱重新拢进纸盒里，转身往火盆里添了一把柴，装钱的破纸盒就在你手边。每天都有几毛几分的毛票硬币掉进去，日子一天天过，毛票换成了2块、5块的大票子。李满仓把钱卷成紧紧的一小卷，小心塞进炕席底下的墙缝里。满打满算刚攒下几10块钱，村里就出大事了。春天一到，地皮干得裂开一道道大口子，眼看地里的冬小麦该浇反清水了，再不浇全得旱死。全村人秋后都得饿肚子。大队唯一的那台大型抽水机被拉到村东头机井旁，偏偏在这节骨眼上罢工了。摇把子插进去死命一摇，柴油机突突突震天响，排气管直冒黑烟，皮带转得快冒出火星。可怜在井里的粗帆布水管子就是瘪塌塌的，一滴水都没抽上来。全村人指望这水救命，急得团团转。孙长海带着农机站几个徒弟围在机井旁，挽着袖子拿大号扳手敲敲砸砸。第一天他说油路堵了，把高压油泵拆下来拿柴油洗了3遍，装上去摇开机器，水管子还是干的。第2天他又说喷油嘴坏了，换了个新的。柴油机声音响得震耳朵，水还是抽不上来。整整2天拆了装了拆，黄土地上扔满了沾着黑泥的零件和螺丝。孙长海急得上火，嘴
嘴角冒出俩黄豆大的燎泡。孙长海拿沾满黑机油的手把脸抹得黑乎乎的，死活找不到毛病出在哪。地里的麦苗等不及，夜间发黄卷得像枯草，村民们蹲在地头愁得直叹气。大队长王保国背着手走过来，黑着脸看着满地零件和干瘪的水管，火气直接顶到脑门上。王保国指着孙长海的鼻子大骂：孙长海，你到底行不行？全村几百口人的口粮都在地里焊着，你鼓捣2天连个水花都没见着，你这农机站站长是吃干饭的？孙长海吓得一哆嗦，扳手当啷掉在地上，他缩着脖子狡辩：大队长，这真不怪我，机器老了钢压不够，肯定是这口井不行，地下水退了吸不上来啊！王保国气得一脚踹在抽水机铁架子上，放屁！前天隔壁村刚从这口井里抽了半天水，你修不好就直说，别占着位置不干活。孙长海被骂得不敢吭声，低头直搓手上的油泥。王保国转头看着村民急得直拍大腿，谁还能修？再去公社请人根本来不及，麦子再晒1天全死透了。人群里不知谁扯着嗓子喊：大队长，让李满仓来试试呗，他以前好歹是6级钳工，这2天在羊圈给大伙修农具，手艺绝了。王保国一拍脑门，赶紧指着旁边的小年轻：二狗，快去羊圈把李满仓请过来。这时候你和李满仓正在羊圈给张大爷焊漏水的铁壶，二狗跑得气喘吁吁，一头扎进羊圈，拉着李满仓的胳膊就往外拽。满仓叔，快别干了，大队长让你去修抽水机，救命的事啊！李满仓愣住了，满手黑灰，拿着焊条往后躲，摇头说：我不行，我都被农机站开除了，哪有资格动大队的机器？你心里清楚，这是李满仓翻身的好机会。你二话不说，抓起地上的破工具箱塞进李满仓手里。爹，大队长发话了，咱去看看。你推了李满仓后背一把，李满仓咬咬牙，拎着工具箱跟着二狗往村东头走，你紧紧跟在后头。爷俩刚挤进机井旁的人群，孙长海一眼看见李满仓，他脸拉得老长，直接挡在李满仓面前，上下打量着李满仓身上补丁落补丁的破线衣，阴阳怪气的开口：哟，这不是李满仓吗？你跑这来干啥？羊圈待得不舒服，跑这来凑热闹？李满仓老实，被他一挤对脸立刻涨得通红，低着头结结巴巴地说：大队长叫我来看看机器，看看你看懂吗？孙长海扯着嗓子喊：这可是12马力的大机器，你当是你修的破锄头烂铁锅呢？王保国从人群里挤出来，一把推开孙长海：你闭嘴，你修不好还不让别人试试？孙长海被推得一个踉跄，指着李满仓唾沫星子乱飞：大队长，他连个防冻液都不知道加，把拖拉机缸体都搞裂了，这种人你敢让他碰抽水机，坏了算谁的？王保国瞪眼吼道：算我的！满仓，你上去看看。孙长海一看大队长动真格的，气得直跳脚，冲着村民大声嚷嚷：行，让他修，我倒要看看他能修出个什么花来。他指着李满仓的鼻子冷笑：我这专业站长都修不好，他一个被开除的修理工能懂个屁？李满仓被骂得直往后退，死死捏着衣角，额头上全是汗。他拎着工具箱转身想走，你直接上前一步，一把拉住老爹满是老茧的手，盯着那台散了架的抽水机：爹，去看看。爷俩来到井边，李满仓围着抽水机转了一圈，听了听发动机声，眉头紧锁，确实没发现大毛病。你凑到吸水管接口处，摸了摸那层厚黑胶布，爹，机器没坏，是大气压的问题。你指着接口的细小沙眼，孙站长用了劣质胶布密封不严，空气吸进去水管里成不了真空，抽水机力气再大也抽不上水。孙长海瞪眼刚要骂人，李满仓已经从工具箱掏出块废旧汽车内胎皮，手起刀落剪出个完美的密封垫圈。你一把拉住李满仓满是老茧的手，硬拽着他转身：爹，去看看。你盯着那台破抽水机，语气硬得很。村民们自觉让开一圈，全盯着你俩。大队长王保国大手一挥，扯着嗓子喊：满仓，别管别人咋说，今天只要你能把水抽上来，就算你立大功，地里的庄稼可等不起了。李满仓咽了口唾沫，紧张的在破棉袄上搓手。他平时胆小，连个屁都放不出，但干了半辈子修理工，一碰这铁搁到骨子里的本能就压不住了。他放下破帆布工具箱，大步走到井边，他围着那台掉漆的柴油抽水机转了2圈，眼睛死盯着零件，伸手摸了摸机油底壳的温度，又捏住传动皮带用力拽2下是松紧，接着弯下腰，双手死死握住生铁摇把。嘿！李满仓低吼一声，膀子肌肉一鼓，用力猛摇几圈，柴油机突突突闷响几声，排气管喷出一股黑烟，很快又没动静了。李满仓松开摇把站直，把耳朵贴在2铁壳上，用手拨弄2下飞轮，听了一会儿，他眉头拧成个死疙瘩。大队长，李满仓转头一脸纳闷，这机器听声儿没大毛病啊，钢压足得很，轴承没爆死，油路也通畅，发动机绝对没坏。这话一出，村民们全泄了气，人群炸了锅。我就说嘛，连孙长海都修不好，他能看出啥名堂？白高兴一场，看样子机器真没救了，庄稼这回真要焊死了。孙长海一听，立马得意的大笑，他双手掐着水桶腰，下巴快扬到天上，唾沫星子乱飞。听见没？大伙都听见没？连李满仓自己都说机器没毛病。王保国，我早跟你说了，这井里水位降得太厉害，机器根本带不动，非得去县里换台20匹马力的大机器才行。你偏不信邪，非找个连防冻液都不懂家的废物冲内行，这下现眼了吧？王保国气得脸色铁青，死攥着拳头，却一句话也顶不回去。毕竟机器没坏，水却抽不上来，这是太邪门。李满仓被骂得满脸通红，脑袋又耷拉下去，叹了口气，转身就要去提工具箱。你站着没动，冷眼看孙长海那副得意忘形的嘴脸。你想，前世自己好歹是重工总工，玩过的工业泵比这破玩意复杂1万倍，光听发动机那2声突突，就知道动力端好得很，不出水，问题绝对在水泵端。你直接走到井边蹲下，井口连着根粗黑的橡胶吸水管，一头扎在井水里，另一头连着抽水机进水口。你探头凑到管子和机器连接的法兰盘接口处，接口上缠着厚厚一层黑绝缘胶布，像个大瘤子，特别显眼。你伸手在黑胶布上摸了一把，黏糊糊的，沾满黄泥沙。你用大拇指甲盖对准胶布边缘，用力一抠，撕拉一声，胶布翻卷起来，拉出几条粘胶丝，里头露出好几道细小缝隙，边缘的胶水早干透开裂了。你心里有数了。你站起身拍掉手上的泥，转头看李满仓，你扯着嗓子大喊说：爹，这机器确实没坏。童音在空旷的场院上特别响，所有人都愣住了，齐刷刷看向你这个8岁半的小屁孩。
海。孙长海瞪眼指着你骂，说大人说话，你个小王八犊子插啥嘴，滚一边玩泥巴去！你根本不搭理他，指着那个黑胶布瘤子说，爹，是大气压的问题。李满仓愣了一下，满眼迷茫，问铁军，啥气压？你指着那根粗细水管，用大白话给全场上课。你说爹，抽水机抽水不是靠机器直接把水提上来，它是先把管子里的空气抽干，让里面变成真空，这时候外面的大气压就像只无形的大手，把井水硬压进管子里，顺着机器喷出来。你怕他们听不懂，直接打比方，你说这就跟咱用麦秸秆吸水喝一个理儿，你嘴一使劲，把麦秸秆里的气吸空，碗里的水自然就顺着管子进嘴了。可要是麦秸秆中间破个洞漏气了，你腮帮子作瘪也喝不到一口水。村民们听得一愣一愣的，连王保国都瞪大眼张着嘴。你转身指着接口处的黑胶布，声音拔高说，但是现在这接口漏气了。你说孙长海用了劣质胶布缠接口，这破玩意愈热软愈冷硬，根本封不住气。你快步走到接口前，用力把黑胶布扯下一大块。你说你们看这上面全是细小沙眼和裂缝，机器一转，空气就顺着沙眼哧溜哧溜往管子里钻，管子里一直有空气，死活成不了真空。外面大气压使不上劲，抽水机力气再大也只能空转，一滴水也抽不上来。你这话条理清楚，字字句句砸得有声，别说8岁半的孩子，就是大队里上过高中的知青也讲不这么明白。村民们一下全懂了，顺着你指的方向看去，果然接口法兰盘缝隙里干巴巴的没一点水汽，全是漏气吸进去的灰尘。村民们说，哎呀，铁军这孩子说的在理啊，可不是吗？麦秸秆破洞吸不上水，这管子漏气可不就抽不上水吗？王保国一拍大腿，激动的眼珠子通红，他指着孙长海破口大骂，说好你个孙长海，你他娘的拿劣质胶布糊弄事，差点把全村庄稼坑死。孙长海的脸瞬间憋成猪肝色，他死也没想到自己糊弄事的小动作竟被个8岁半的毛孩子当众扒了个底朝天，他气得原地直跳，指着你鼻子大骂，说你个小兔崽子胡说八道，什么狗屁大气压，老子修了10年机器，轮得到你教训？孙长海瞪眼张嘴刚要接着骂，一直愣在旁边的李满仓突然动了。他虽然不懂大气压、真空这些词，但他是个老修理工，你只要把漏气2字说明白，他脑子里的筋瞬间就通了。李满仓根本不理跳脚的孙长海，一把甩开摇把猛扑到工具箱前，双手在里头飞快扒拉，哗啦一声扔出生锈扳手，当啷一声丢掉半截铁丝。李满仓从箱底油污里掏出一块黑乎乎的废旧汽车内胎皮，这橡胶皮厚实有弹性，是做密封垫的好材料。他一把抓起旁边磨得锃亮的修鞋刀，李满仓眼神彻底变了，没了刚才的畏缩，透着股专注的狠劲。他根本不用尺子量，伸出沾满油污的大拇指，在漏气的铁法兰盘接口上用力按了一圈，铁盘上的机油泥灰立马在他拇指肚印出个圆圈。他扫了眼大拇指，直接把黑内胎皮平铺在谨严青石板上，手起刀落，刀刃在黑橡胶皮上快速划出圆弧。李满仓手腕灵活一转，刀尖顺着拇指印的尺寸，精准抠出中间的圆孔，整个动作快得让人眼花，一点不带停顿。黑橡胶碎屑纷纷落地，眨眼功夫，一个圆润平整、尺寸分毫不差的完美密封垫圈就稳稳躺在了李满仓满是老茧的手心里。李满仓攥着刚切好的黑皮垫圈，快步走到抽水机跟前，他蹲下抓起一把干黄土，在铁接口上使劲搓了2下，把废机油和干泥巴全蹭干净，铁皮露出了亮色。他把黑垫圈往接口上一贴，扣得死死的，连个多余边角都没漏。你在一旁盯着，心里清楚，这手感和准头放你前世的顶尖车间里，绝对是老师傅级别。李满仓缺的从来不是手艺，是被穷日子压迫的胆子。孙长海急眼了，冲过来指头快戳到李满仓脑门，说李满仓，你瞎折腾啥？拿块破轮胎皮糊弄事，这可是大队唯一的抽水机，弄坏了你拿命赔。你往前一跨，挡在李满仓身前，死死盯着孙长海的眼睛对他说，孙站长，机器已经坏了，我爹现在是在修，修坏了我们爷俩扛，要是修好了，你刚才骂人的话是不是得咽回去？大队长黑着脸走过来，一把推开孙长海，说行了，庄稼都快旱死了，还在这吵吵，满仓你接着干，出了事算我的。李满仓听完咬了咬牙，没吭声。他拿起2个半圆铁卡子，把垫了黑皮的接口死死扣住，接着抓起生锈大扳手套上螺丝帽，对角线交叉着拧。我看着这一幕嘴角勾起，这叫对角紧固法，受力最均匀，密封最好。李满仓一个字不识，全靠瞎琢磨，居然摸透了这门道。李满仓胳膊青筋直冒，咬着后槽牙，双手死压扳手柄，嘎吱嘎吱几声，螺丝拧到最紧，橡胶垫圈被挤得变形，死死咬住接口缝隙。李满仓扔下扳手，用手背抹汗抹了满脸黑机油，站起身喘着粗气说装好了，能开了。大队长看着黑接口心里没底，但没犹豫，脱下灰褂子扔在井台，抓起摇把子一把插进柴油机启动孔。他深吸气扎下马步，2胳膊猛地发力，吭哧吭哧，大队长使出吃奶的劲，摇把子转得飞快带起风，排气管噗的喷出黑烟，呛得人直咳嗽。大队长憋得脸通红，猛拔摇把子，轰突突突突，柴油机瞬间爆发出震天响，排气管冒出蓝白烟，整个机器剧烈抖动，连带脚下黄土都在震，皮带飞速转动，带动水泵转轴发出刺耳摩擦声。所有人都死盯着连着水渠的粗帆布水管，大气不敢喘。1秒、2秒、3秒，水管还是瘪瘪趴在地里，一点动静没有。有人小声嘀咕，咋还不出水？是不是真不行？孙长海见状立马跳脚，指着李满仓鼻子扯嗓子喊，我就说他是个半吊子，这根本抽不上水。孙长海喊赶紧停机器，在空转叶轮都要烧坏了，到时候把它卖了都赔不起。我站在原地连眼皮都没眨，我心里清楚，抽水机出水得先抽干管道空气建立负压，管子长
抽空气得要时间，我在心里默数4秒、5秒、6秒，数到第8秒时，趴在地上的帆布水管猛地抽动了一下，紧接着水管从水泵接口位置开始一节节飞快鼓起，帆布管壁被内部压力撑得溜圆，发出咯吱咯吱的紧绷声。不到10秒钟，砰的一声闷响，粗壮的水柱从管口猛喷出来，水流又急又猛，哗啦一声狠砸进干土渠里，瞬间砸出个大坑，泥水打着旋顺着水渠往前涌，水花溅起半米高，干渴了几个月的土地直冒土腥味。人群死寂1秒，紧接着爆发出震天欢呼：出水了！真他娘的出水了！庄稼有救了！几个老头激动的一屁股坐地拍大腿，直掉眼泪。年轻汉子们高兴的又蹦又跳，整个井台边彻底沸腾。我转头看向孙长海，这孙子现在脸色比锅底还黑，嘴巴张得老大，死盯水管，满脸不敢信。他左右看看，发现没人搭理他，缩起脖子，脚底抹油就想往外钻。我哪能让他跑了？扯开嗓子大喊：孙站长，水出来了！你这农机站站长不留下来指导工作，急着上哪去啊？这一嗓子引得所有人唰的转头，死盯孙长海，满眼鄙视。大队长更是冷哼一声，眼神像刀子刮过去。孙长海脸皮涨得紫红，屁都没敢放，捂着脸低着头钻出人群跑没影了。大队长大步走到李满仓面前，两手一把攥住李满仓沾满黑机油的手，使劲摇晃。大队长说：满仓好样的，你今天可是立了天大功劳了。李满仓吓得一哆嗦，赶紧把手往回抽，结巴着说：大队长，这没啥，机器能转就行。大队长转身冲村民大喊：都静静，听我说。人群安静下来，大队长指着李满仓宣布：今天满仓修好抽水机，保住了咱大队的命根子。大队长说：我做主，从大队库房拨50斤麦子奖励满仓。底下人倒吸凉气，50斤麦子啊，这年头家家吃棒子面，50斤细粮够一家人过年包好几顿饺子了。大队长顿了顿，接着扯嗓子喊：另外再从大队账上给满仓发10块钱技术津贴。这话一出，人群彻底炸锅，10块钱我滴个乖乖，满仓这回发大财了。村民们看李满仓的眼神全变了，以前看你们家是看穷鬼，现在全是羡慕敬佩。我站在一旁看着李满仓被人群围着，脸涨得通红，两手不知道往哪放，但他那常年弯着的腰杆子头一回挺直了，嘴巴咧得老大。我看着欢呼的老爹也笑了。李满仓扛着50斤沉甸甸的麦子，腰板挺得笔直，走路直带风。我跟在后头，看他手里死死攥着那10块钱，嘴巴都快咧到耳根了。路过村口，一帮人盯着麻袋，眼睛发直。李满仓故意把步子迈得老大，生怕别人看不见。到家把麦子往炕上一扔，李满仓抹把汗就往外跑。你在家看门，爹去村头老王家割点肉。没多会儿，他提溜着2斤纯肥膘回来了。这年头肚子里缺油水，这种一丝瘦肉没有的大肥膘才是顶好的东西，能炼油又解馋。李满仓挽起袖子，手起刀落，把肥肉切成麻酱块，又削了几个大土豆。土灶柴火烧得正旺，肥肉一下锅滋啦直响，白花花的油泡子直往上冒。大铁铲一翻，霸道的肉香味直接炸开。倒进土豆，添上水，盖上厚木锅盖，锅里咕嘟咕嘟响，热气顶着锅盖直冒，肉香顺着门缝窗户缝直往院外钻。我闻着味儿，肚子叫了好几声。李满仓蹲在灶台前添柴，笑得满脸褶子。李满仓说：儿子，今天咱们爷俩敞开吃，管够。肉刚炖烂，李满仓正要掀锅盖，院门吱呀被人推开。我探头一看，心里冷笑，来的是我大伯和三叔，俩人一人端着个比脸还大的空碗，洗得干干净净。平时这俩人见你们爷俩恨不得绕道走，生怕你们借粮，今天闻着肉味跑得比狗都快。大伯一进门，笑得满脸褶子，扯着大嗓门喊：哎呀，满仓啊，老远就闻见香味了，大哥来看看你。三叔跟在后头，死盯着大铁锅直咽口水。二哥，听说你今天给大队立大功了，大队长还奖了10块钱，好家伙，真给咱老李家长脸啊。李满仓是个软性子，被亲兄弟一夸，得意劲全上来了。他在裤腿上擦擦手迎上去，问大哥老三你们咋来了？快进屋坐，外面冷。大伯假装抹眼角叹气，说满仓啊，你一个人拉着孩子不容易，大哥心里惦记你，听说你出息了，大哥高兴，咱们打断骨头连着筋，亲兄弟哪有隔夜仇。三叔顺杆爬，把空碗往前一地晃了晃，说是二哥，咱们兄弟好久没一块吃饭了，正好你炖了肉，咱们今天好好亲近亲近。李满仓被这2句好话哄得找不着北，别人给一分好脸，他恨不得把心掏出来。李满仓说行，大哥老三来的正好，肉刚炖烂，转身去拿大铁勺，他让去拿几个凳子给你大伯三叔盛肉，说着伸手揭开锅盖，白气猛地窜出，肉香一下子灌满全屋，锅里肥膘肉炖得发亮，土豆吸满肉汁。大伯和三叔眼睛都绿了，伸长脖子死盯着锅里。大伯连连点头，说满仓啊，手艺真不赖，给大哥多盛点肥的。大哥牙口不好。李满仓笑着答应，铁勺刚要往锅里伸，你一步跨过去，啪的把木锅盖死死扣回铁锅上，动静极大，震得灶台直掉灰。大伯和三叔吓了一跳，笑容直接僵在脸上。李满仓愣在原地，举着铁勺不知往哪放，问你这是干啥？这是你大伯和三叔，你没搭理他，转头盯着这俩便宜亲戚挑挑眉，问大伯三叔这肉香不香？大伯皱眉摆出长辈架子，板脸训人，说你这孩子没大没小，大人说话有你插嘴的份。他问满仓你就这么教孩子？三叔也拉下脸，拿空碗敲灶台，说把锅盖掀开，哪有护食护成这样的？咱们可是亲戚，吃你家2口肉怎么了？你想起前世在工地管刺头工人的手段，冷笑一声指着门外，你说亲戚，上个月我发高烧，我爹去借半碗棒子面，你们咋说的？你盯着大伯说，大伯说家里耗子都饿死了，连门都没让我爹进。你又看三叔说门锁了钥匙丢了，隔着墙头让我爹快走。你一步逼近他们，说那时候怎么不提亲戚，怎么不说打断骨头连着筋？大伯老脸一红，梗着脖子喊，说那不是家里真没粮吗？谁家也不富裕，你说没粮今天端这么大空碗来干啥？直接戳穿，说这麦子和10块钱是我爹拼命把手伸进冰水修机器换的，这肉是我们爷俩靠手艺挣的，跟你们有1毛钱关系吗？李满仓急得直搓手，想拉你袖子，
说少说两句，都是一家人。你说爹你别管，死死按住锅盖，盯着大伯三叔一字一句地说，想吃肉行。大伯三叔眼睛一亮，以为你被长辈吓唬住松口了。你嘴角一勾，说从明天开始你们俩去戈壁滩帮我们捡废铁。大伯愣住了，碗差点掉地上，问捡废铁？你说对，按斤算钱，捡1斤废铁算1分钱，干活就有肉吃有钱拿，不干活你盯着他们，说一口汤也没有，我家不养闲人。厨房里瞬间安静，只剩铁锅咕嘟咕嘟响。大伯气得脸肉直哆嗦，指着你鼻子骂，说你个小兔崽子，拿我们当长工使唤，我可是你大伯，传出去李满仓还要不要做人？三叔也急眼了，把碗重重磕在灶台上，说满仓你就看着你儿子欺负我们，戈壁滩上风吹日晒的，那是人干的活，你今天必须给个说法。李满仓张嘴想劝，看你眼神坚定，又把话咽了回去。他心里清楚你说的在理，上个月跪在雪地里借粮被拒，他心里也憋着委屈。你说话撂这儿了，松开锅盖抱起胳膊，说明早8点想挣钱吃肉的来院里领麻袋，不想干的现在就端着空碗走人。大伯和三叔对视一眼，气归气，但锅里霸道的肉香味直往鼻子里钻，勾得人难受。再说按斤算钱，这年头上哪找挣现钱的活，100斤就是1块钱。大伯咽了口唾沫，咬牙把空碗揣怀里，说你小子够狠，明早我来，看你到时候拿不出钱咋办。三叔一看赶紧点头，生怕活被抢，说我也来，二哥你把钱准备好。说完两人扭头就走，客套话都没一句，跑得比兔子还快。院子清静了，李满仓叹口气，掀开锅盖盛了满满一大碗肉递给你，满脸愁容。他说你这么干，把你大伯三叔全得罪光了。再说咱们要那么多废铁干啥？卖给镇上废品站也挣不了几个钱，还得搭上肉和钱。你接过碗，不管3七21，先咬一大口肥肉，满嘴流油，肉香炸开，这土猪肉吃着就是香。你一边嚼肉，一边打量李满仓那双满是老茧、力气极大的手，嘿嘿一笑。你说爹，谁说我要卖废品站了？扒了一大口土豆，说咱们自己融，打农具。吃完肉第二天，大伯和三叔真拉着板车来了。为了1天1毛钱和1口肉汤，这俩长辈彻底不要脸了，成了你的专职收破烂员工。不到1星期，你家破羊圈就塞满了，破铁锅、断铁锹堆得比院墙还高，连个下脚地都没。李满仓蹲在羊圈外头抽旱烟，愁得直叹气，说这么多破烂，镇上收购站根本吃不下，就算收1斤也就给2分钱，咱收进来1分钱1斤，加上管饭管肉，这不赔本赚吆喝吗？你拍拍手上的土，捡根树枝在地上画了个圈，说爹我昨晚说了，咱不卖废铁，自己融了打农具卖。李满仓吓得手一哆嗦，烟袋差点掉地上，问啥？自己融？他说你别逗李满仓了，打铁得有高炉和大炭火，咱家连个像样灶台都没，拿嘴吹啊？你直接在地上画了个漏斗图形，说不用高炉，咱挖个地炉。前世你搞重卡救援，啥极端条件没见过，这点破铁土法地炉足够了。你指着地上的图说，爹就在院墙风口挖，上大下小，底下流通风口，西北风天天刮，这就是天然大风箱，加上咱修好的手摇鼓风机，风量管够，温度绝对上得去。李满仓听傻了，他干一辈子农活哪懂这个，但他一咬牙，把烟袋往鞋底一磕，说行，爹听你的，大不了白瞎几天功夫，说干就干。你指挥李满仓在院墙边挖坑，又弄来黄胶泥掺干草，把地炉内壁抹平。这时大伯和三叔推着一车破铜烂铁进院了。大伯看李满仓满脸是泥趴地上呼坑，当场乐出声，问老二在干啥，是不是准备把自己埋了？三叔跟着起哄，说二哥听这小崽子瞎忽悠，他一个8岁半的毛孩子懂个屁打铁，地上刨个坑就能炼铁，那大家全去打铁得了。李满仓脸一红没吭声，低头继续干活。你瞪了大伯一眼，指着羊圈说活干完了就把废铁卸羊圈去，别在这儿碍事。大伯撇撇嘴，把废铁往地上一扔，说你有钱你是爷，他倒要看看你们爷俩今天能弄出个啥花样。俩人不走，干脆蹲墙根看热闹，等着看笑话。泥糊好后，你得把柴火扔进去烤干，接着让李满仓把手摇鼓风机搬来，管子接在炉底通风口，你大喊加炭点火。李满仓把平时舍不得烧的木炭倒进大半袋，扔了个火把进去，火苗刚冒头，你一把抓住鼓风机摇把死命摇，风顺着管子呼噜噜直冲炉底，正好一阵西北风从院墙缺口灌进来，封住火势，地炉里的炭火轰得窜起2尺多高，火苗瞬间变成蓝白色，热浪扑面，烤得人脸生疼。大伯和三叔本来蹲得近，被热浪一逼，吓得爬起来往后退了好几米，眼珠子瞪得老大。你满头大汗冲李满仓喊爹下料，李满仓赶紧用铁钳夹起一块破铁锹头扔进炉子，没2分钟，李满仓死死盯着炉子大喊软了，铁针烧红了，破铁锹在高温下变得通红，边缘直滴铁水。你立刻松开鼓风机，喊夹出来放大青石上砸。李满仓拎起8磅重的大铁锤，他平时干重活，力气大得很，膀子一甩，铁锤带着风声狠狠砸下，当的一声，火星子四下飞溅，跟放烟花似的，红铁快被砸扁了。李满仓干力气活手眼配合极好，一锤接一锤，节奏越来越快，铁锤落点一点没偏，当当当响个不停。你在旁边看着心里叫好，这手感放后世绝对是高级钳工。没一会儿，破铁就被打成长条铁片，你大声指挥折叠再烧再打。李满仓彻底服了你，用钳子把铁片对折重新扔进地炉，你接着摇鼓风机，反复3次，废铁里的杂质被彻底敲打干净。李满仓抹了把汗，眼神贼亮，他盯着手里通红的铁块不用你教，铁锤上下翻飞，没多久，一把带弧度的镰刀雏形就出来了，接着换小锤细细敲出刃口。李满仓大吼要水，你早备好1桶凉水。李满仓夹着通红的镰刀头猛地往水桶里一扎，嗤的一声，白气腾空，铁锈味散开。李满仓把镰刀提溜出来，黑灰刀面透着冷光，他找来磨刀石蹭蹭磨了几下，刃口立刻亮得晃眼。大伯和三叔早看傻了，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李满仓拿镰刀走到枣树下，对着几根手腕粗的硬木柴，深吸一口气斜劈下去，咔嚓一声，手腕粗的硬木棍直接劈成2截，切口平滑。再看镰刀刃，连个白印都没留，一点不卷刃。大伯倒吸一口凉气，猛地站起，盯着镰刀眼珠子快掉出来了。
了，说满仓这手艺比供销社5块钱一把的金刚镰刀还好使。三叔也凑上来摸着镰刀咽唾沫，说这要是拿去卖，一把不得卖2、3块钱。大伯眼珠一转，搓着手凑到李满仓跟前，说大哥家镰刀正好钝了，这把先给大哥拿去用用，就当抵今天工钱了。你一把抢过镰刀冷笑，说想得美，这叫样品，干活去，今天工钱少不了你的。大伯碰了一鼻子灰，干笑2声退回去。李满仓看着镰刀，两手直哆嗦，他这辈子没干过这么长眼的事。你拍拍手上的灰，看着羊圈里堆成山的废铁笑了，这哪是废品，分明是金山。天刚亮，你就把李满仓从炕上拽起来，地炉火声旺，风香呼哧响，你踩着破木凳，举着铁锤死死盯着炉膛里烧得发白的铁块，你大喊爹夹出来。李满仓赶紧用长铁钳把铁块夹到铁砧上，你抡起铁锤照着铁块就砸，一锤接一锤，火星子乱飞。你现在身子骨才8岁半，但脑子里装的全是顶尖重工总工的经验，打铁全看巧劲，落锤角度和火候。砸出雏形后，你用钳子夹住烧红的镰刀头，猛地扎进旁边的破铁桶，嗤的一声，白烟冒起，桶里装的不是水，是你调配的废机油和水混合液，这叫双叶淬火，水让铁变硬，机油保韧性。这么打出来的农具硬邦邦还不脆，砍石头都不卷刃。一上午功夫，10把镰刀，5把锄头在墙根排成一溜，刃口闪着蓝汪汪的冷光。不到中午，院门就被推开了，隔壁张大爷推着吱呀乱响的独轮车进院，车轱辘上绑着2块烂铁皮，他身后跟着10来个外村汉子，都是听了你大伯昨晚吹牛跑来看稀奇的。张大爷歪着头一脸不信，问满仓，听说你家打的镰刀比供销社的还好使，供销社可是大钢厂的货，你这土炉子能行？你没废话，直接从墙根拿起一把新锄头扔到张大爷脚边，你扬了扬下巴，说张爷爷你试试，院墙根那块青石板你随便挖。张大爷捡起锄头，往手心吐了口唾沫搓了搓，他走到青石板前，高举锄头，使出吃奶的劲，照着石板旁的冻土块狠狠挖下去，当的一声脆响，火星子直冒，周围人都吓得一缩脖子。张大爷赶紧提起锄头凑到眼前看，刃口平平整整，连个白印都没留，更别说豁口了。张大爷一巴掌拍在大腿上，眼珠子瞪得溜圆，说我的乖乖，这钢火绝了，供销社5块钱一把的货，碰上这冻土准卷刃。后头的汉子们一下炸开锅了，有人喊满仓，问这锄头咋卖，有人要2把镰刀，说拿2只老母鸡换，还有人问车上30斤破犁头能换把锄头不。一帮人挤在窄小的羊圈门口吵吵嚷嚷，差点把半截土墙挤塌。你站在木凳上扯着嗓子喊，让都别挤，排队。镰刀3块钱一把，锄头4块，没钱的拿废铁换，1斤废铁抵1毛钱。这价格一出，大伙更疯了。供销社的农具贵还得要工业券，你这儿不仅便宜，还能拿破铜烂铁顶账，上哪找这好事？不到半个钟头，墙根那一溜农具就被抢光，没买到的蹲在院里死活不走，非要看你们现打。李满仓收钱收得手直哆嗦，破布包里塞满皱巴巴的毛票和几张大团结，他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可院里的废铁也堆成了山，烂锅底、破铁丝、生锈的拖拉机履带板，把羊圈塞得满满当当，连个下脚地都没了。你看着这乱糟糟的场面，眉头拧成个疙瘩。这不行，效率太低，场地太小。你跳下木凳，一把拉住还在傻笑的李满仓，拽进屋。你从炕席底下抽出泛黄的草纸，拍在桌上，那是你昨晚用木炭画的图纸。你说这羊圈干不下去了，指着图纸上的方块，说咱们得扩大规模。李满仓脸上的笑僵住，抹了把汗，问往哪扩？咱家就这么大点院子。你说村委那片荒地，盯着他，让他去大队部找村长把那块地批下来，咱们搭个大棚子，建4个地炉。李满仓吓得一哆嗦，连连摆手，说你疯了，那是大队的地，咱们在自家敲打敲打就算了，跑去占公家地。孙长海要是去公社告咱们倒买倒卖，咱爷俩都得进去蹲几年。你冷笑一声，拍拍桌上的钱，说爹你糊涂啊，咱们这叫啥？叫支援农业生产。你告诉村长，只要把地给咱们用，以后大队的农具咱们包了，全按半价算。大队那台东方红拖拉机要是再坏，咱们免费修。李满仓愣住了，你心里清楚，这年头做买卖必须批层集体的批，只要给大队干活，那就是正当的农具加工作坊，谁也挑不出毛病。孙长海就算眼红也得憋着。李满仓咽了口唾沫，问这能行？你说肯定行，让他拿上2包大前门，现在就去。你把烟塞进他口袋，连推带搡把他推出门。1个小时后，李满仓一路小跑回来，脸涨得通红，手里死死捏着张盖了红印章的纸。他说成了，村长一口就答应了。李满仓激动的声音都在抖，说村长讲只要咱能把大队那几台破播种机修好，村委那2亩荒地随便咱用。你嘴角一勾，这就对了，有了地就得有人。你转头看向院外，村口大老槐树下，常年蹲着几个游手好闲的年轻汉子，平时干农活嫌累，偷鸡摸狗倒不敢，就是穷的叮当响。你走出院子，冲大槐树那边吹了个响亮的口哨，你扯着嗓子喊二狗铁柱，带几个兄弟过来。领头的二狗他拉着破布鞋晃悠过来，嘴里叼着狗尾巴草，说你个小屁孩叫唤啥？没看你狗哥正晒太阳呢？你没废话，直接掏出一把毛票在手里甩了甩。二狗眼睛瞬间直了，狗尾巴草掉在地上，后面的铁柱几人也凑过来，盯着钱直咽唾沫。你把钱拍在院墙上，问想挣钱不？二狗赶紧点头，说想，做梦都想。问你军哥有路子？你指着院里那堆废铁和几辆破独轮车，说我爹现在开了个农具加工作坊，我们负责打铁，你们负责跑腿。你清清嗓子，把前世那套销售提成模式拿出来，说听好了，你们一人推一辆独轮车，装上我们打的农具去十里八乡转悠，卖出一把镰刀给你们提成2毛钱，卖一把锄头提成3毛。二狗几人倒吸一口凉气，2毛钱，这年头壮劳力在地里干一天也就赚几毛钱工分。你接着说，光卖不行，还得收废铁，你们去各个村收，1斤废铁给提成2分钱，多劳多得，上不封顶，干得好，一天挣2、3块钱跟玩一样。铁柱第一个蹦起来，喊干我干，抢过一辆独轮车就往身边拉。二狗一把推开铁柱，喊别抢我也干，
激红了眼。6个闲汉瞬间变成嗷嗷叫的野狼，你指挥他们把独轮车推到院里，亲自给车轱辘轴承抹上废机油，转起来一点声音没有，轻快得很。接着，你把新打的农具分门别类绑在车架上，左边挂镰刀，右边绑锄头，中间留空地装废铁，收拾妥当。你站在台阶上，看着眼前6个精神抖擞的汉子，大声喊：“让二狗带俩人往东跑，铁柱带人往西跑。记住，不管多破，只要是铁疙瘩，全给我拉回来！出发！”6个汉子齐刷刷应声好嘞，推起独轮车就往村外走。车轱辘压在土路上沙沙响，阳光照在镰刀刃上，闪着白花花的光。这支简陋的独轮车车队浩浩荡荡散向四面八方。李满仓靠在门框上看着车队走远，整个人都傻了。他狠掐了一把大腿，疼得一咧嘴。李满仓声音发飘，说：“铁军啊，爹感觉像做梦一样，咱家这就算当老板了。你看着手里盖红戳的霹雳条子，又看了看自己磨出水泡的手掌，摇了摇头。你说爹这算啥老板？把条子揣进兜，用沾满黑灰的手背擦了把汗，靠手工一锤锤砸，累死一天也打不出50把，这只是赚点零花钱。”李满仓眼珠子快瞪出来，说：“一天几10块钱进账，你管这叫零花钱？你没接茬啊？”转身进屋，端起粗瓷大碗，咕咚灌了一大口凉水。你心里清楚，手工打铁到极限了，想把产量提上去做大买卖，必须走机械化路子。你放下碗，盯着李满仓说：“爹，明天你去大队请个假，你说去县城废品收购站，一字一顿的说，咱们得去弄个大家伙回来，有了它，咱就能自己车零件了。”第二天一早天刚亮，李满仓披着破袄子出门，去大队部磨了半个多钟头，塞了半包旱烟，借来生产队的老马车。你坐在颠簸的马车上，西北风夹着沙子往领口死命灌，冻得人直哆嗦。李满仓坐在前头挥鞭子，时不时回头看你，一脸不放心。李满仓裹紧破袄子，声音发抖地问铁军：“咱真要去县城买啥机器？咱这几天打铁是赚了点，可那是血汗钱，机器不便宜，别全霍霍了。你娘要是知道咱俩拿钱乱跑，非得扒了我的皮不可。”你抓着马车挡板没接话，心里盘算着，这几天打铁锄头确实赚了点钱，但靠人力抡大锤一天撑死打几10把，纯粹是卖苦力。想干大买卖，必须搞台机床，有了它才能车零件、造机器、接大活。马车在土路上颠了3个多小时，总算到了县城。废品收购站在城北土坡下，院子里堆满破铜烂铁。马车刚停稳，你就跳下来往废铁堆里钻。李满仓赶紧拴好马，跟在后面喊慢点，里头全是铁刺，别把手划破了。咱先找管事的问问啊。你根本不听，一头扎进废旧机械堆里，空气里全是废机油和铁锈味。别人嫌呛，但对你这个前世的重型机械总工来说，这味比饭菜还香。你踩着废钢管往上爬，扒拉开破水箱和断掉的拖拉机履带，脚下全是烂铁锅和生锈齿轮。废品站主任是个大肚子中年人，正坐在门口喝茶。他瞥了你们一眼，看李满仓穿得灰扑扑的，连屁股都没挪。他喊那个小崽子别乱翻，看上啥按斤称，砸坏了我可不负责。你没理他，眼睛在废铁堆里扫，一抹掉漆的军绿色闯进视线，你眼睛一亮，几步跨过去扯开破油布，灰尘呛得李满仓直咳嗽。半截埋在土里的是个沉甸甸的铁疙瘩，你蹲下身撸起袖子直接上手。这是一台 C620老式普通车床，你前世摸过无数高级设备，现在摸着这台破烂跟摸宝贝一样。擦去名牌上的油泥，看清字后，你心里一阵激动。你顺着床身摸过去，查看着磨损，这车床明显是操作失误撞到报废的，主轴旗根断了，断口全是毛茬。打开齿轮箱，里面的齿轮碎得跟大米粒似的，废机油混着铁屑糊成一团黑泥。你又摸了摸底下的传动4杠，4杠弯了点但没断，拿回去拿火烤烤能弄直，尾座还在，摇把没了，随便焊根铁棍就能凑合。你捡起石头在床身导轨上敲了2下，叮的一声，声音清脆，你心里立刻有了底。最核心的床身导轨没裂没变形，精度还在，这车床就能救活。李满仓凑过来满脸嫌弃地问：“铁军，你扒拉这破铁疙瘩干啥？这都烂成啥样了，连个全乎样都没，全是泥巴和黑油，拿回去当柴烧都嫌冒黑烟。”废品站主任端着搪瓷缸溜达过来，吐了口茶叶沫子，撇着嘴说：“小娃娃眼光还挺毒，这是县机械厂上个月拉来的报废车床，学徒工瞎搞撞刀毁了。你们要是要当废铁卖，一口价80块钱。”李满仓吓得往后退了一步，拉住你的胳膊，急得直跳脚。80？你抢钱啊？80块钱能买好几百斤白面了，这破玩意儿烂成这样，买回去当祖宗供着啊！主任冷笑一声，撇了撇嘴：“嫌贵别买啊，这可是实打实的生铁，光重量就摆在这，买不起别乱摸，弄脏手还得浪费水洗。”李满仓气得脸通红，拽着你就往外走。走走走，铁军，咱不看了，这人拿咱当冤大头仔，这东西连个转的轴都没了，拿回去能干啥？当秤砣都嫌沉。你双脚钉在原地，甩开李满仓的手，死死盯着那台 C620。在外人眼里这是破烂，但在你眼里这就是下金蛋的母鸡。齿轮碎了没关系，有生铁就能自己倒木铸造，用锉刀一点点锉出来。主轴断了，找根好钢材重新淬火焊接，照样能转。只要床身在，这台车床就能活。你反手抓住李满仓的手说：“爹，你松手，这东西对别人是废铁，对咱家是聚宝盆。有了它，咱就不光能打锄头了，拖拉机零件咱都能自己造。”李满仓急得满头大汗，压着嗓子吼：“你这孩子咋犯倔呢？80块啊，咱家打铁攒的那点钱全搭进去都不够。再说这齿轮烂成渣了，你拿啥修？你会修神仙机器啊？”主任回头看着你们笑：“就是老乡，你家大人说的对，这可是机械厂的机器，你们乡下人拿回去当铁锤使啊！别在这浪费时间了，赶紧走吧。”你根本不搭理主任，伸手进裤兜摸出个手绢包，这是昨晚你让李满仓从炕席底下拿出来的，这段时间打铁赚的全部家当全在里面。你解开手绢，露出一大叠皱巴巴的毛票和几张10块的大团结。李满仓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伸手就要抢。铁军，你疯了，快收起来！财不露白，懂不懂？你闪身躲开，大步走到主任面前，直接把钱拍在生锈的铁桶上，啪的一声闷响，吓了主任一跳。80就80，一分不少。你盯着主任，声音不大但透着硬气。你转
转头看向急得快哭的李满仓，大声说：“爹，有了它，咱们就能自己车零件了。买！”主任看着铁桶上的钱愣了2秒，放下茶缸，飞快地把钱点了一遍。成，钱交了，货归你。主任把钱往兜里一揣，满脸堆笑：“你们自己想办法弄走啊，我可不包送。”李满仓看着空手绢，心疼的一屁股坐在地上，半天没喘过气。造孽啊！几10块钱买一堆破铁。李满仓拍着大腿，眼眶都红了。回去你娘非得扒了我的皮不可。你懒得废话，直接去废品站后头找了3个砸铁丝的工人，一人塞了2毛钱。几位大哥，帮把手，把这玩意儿抬上马车。3个壮汉拿来撬棍和麻绳，撬起车床底座，塞进原木头当滚轮。几个人嘿呦喊着号子，搭上后木板，硬生生把这台沉甸甸的车床推上了马车。马车底下的减震钢板瞬间被压平，车轱辘发出刺耳的吱呀声。拉车的枣红马打了个响鼻，蹄子不安地刨着土。你跳上马车，一屁股坐在满是油污的 C620 车床上。李满仓耷拉着脑袋坐在前头，没精打采地甩了一鞭子。马车拉着这台车床，在土路上慢腾腾地往村里赶。马车晃晃悠悠，天黑才进村。李满仓把车赶到村委废弃的土坯房，这杂物房现在成了你俩的作坊。卸车费了老鼻子的劲，李满仓叫来几个本家兄弟，用撬棍和滚木硬生生把这几千斤的铁疙瘩弄进屋。人一走，屋里就剩你爷俩，没有灯光线暗得很。李满仓蹲在地上吧嗒吧嗒抽旱烟，盯着这堆糊满黑泥油污的铁疙瘩，愁得直皱眉。李满仓磕了磕烟袋锅，说：“铁军啊，咱是不是让人骗了？这玩意儿锈得跟土克拉似的，哪还能转得起来？几10块钱够咱家吃半年棒子面了。”你走上前，用袖子擦掉床头箱名牌上的灰。C620大连机床厂50年代的王牌产品。你抓起扳手递过去说：“爹，钱花的值不值？拆开看看就知道。干活。”李满仓叹着气接过扳手，他修了半辈子农机，手里有股蛮力，生锈螺丝拧不动，你让他当没有泡着，再拿榔头敲，嘎嘣一声，床头箱盖子被掀开，刺鼻的铁锈霉味扑面而来。你凑过去一看，心里有数了。齿轮箱里全是泥沙，主轴传动齿轮崩了3个牙。最要命的是，那根手腕粗的主轴从中间断成2截，断口全是黑乎乎的铁锈。李满仓一屁股坐地上，脸都白了。说完了，主轴断了，齿轮也烂了，这哪是车床，就是堆废铁。孙长海那帮狗娘养的，要是知道咱花钱买个死物，指不定怎么笑话咱。你没搭理他，前世你可是重型机械总工，别说老是 C620，就是5轴联动数控机床，闭着眼也能画出图纸。这机器的零件尺寸和公差配合早刻在你脑子里。你捡起树枝在泥地上画起来，说：“爹，去把院里的土炉子升起来。”李满仓愣住，问：“升炉子干啥？”你说打铁，头也不抬，手里的树枝飞快移动，一个带剑槽的齿轮平面图几下就在泥地上画好。你还在旁边写上数字，标明齿轮的外径、齿数和模数。李满仓凑过来一看，眼睛瞪得老大。他修了多年拖拉机，图纸能看懂一点。李满仓结巴了，问铁军：“你这画的是啥？你一个8岁娃娃，连公社小学都没上完，咋会画这图？”你说前几天在废品站翻破书看的，指着图纸说：“爹，这齿轮买不到现成，咱得自己造。”李满仓直摇头，说自己造，没洗床没插床，拿啥造？你说拿锉刀，盯着他说：“爹，你手稳，找块废钢板，咱纯手工锉一个出来。”李满仓咬咬牙，转身去院里生火，炉火烧得通红。李满仓找来厚废钢板扔进炉子烧，风箱拉得呼哧响，火星直往外蹦，钢板烧得透红。李满仓夹出来放铁砧上，抡起大锤就砸，当当当，硬生生把方钢板砸成圆饼。等圆饼凉透，你拿石笔在上面画出齿轮轮廓和齿形，线画的极准。你把大号板锉递给他，说：“爹，照着线锉，一点都不能偏。”接下来几天，作坊里全是刺耳的金属摩擦声。吃吃，李满仓光着膀子，汗顺着脊梁沟流。他双手握锉刀，一刀刀锉硬钢板，手掌磨出血泡，挑破了继续干。你就在旁边盯着，时不时拿卡尺量尺寸。你说停，这边多错了半毫米，又说继续，再往下走一点。整整5天，一个闪着荧光的齿轮硬是被李满仓用锉刀生生锉出来。你拿卡尺一量，误差不到10丝，在80年代的农村，这绝对是绝活。齿轮解决，接下来是最难的主轴，断成2截的主轴必须重新焊接淬火，不然硬度不够，一转就断。你让李满仓把断口打磨成 V 字形，用破交流电焊机一点点把缝隙填满，焊条烧得噼啪响，蓝光照亮李满仓布满皱纹的脸。焊完还得重新淬火，你指挥李满仓把主轴塞进土炉子，说拉风箱，使劲拉，炉火由红变白，温度越来越高。你死死盯着主轴的颜色，暗红、殷红、橘红。你猛地挥手，说：“就是现在，夹出来。”李满仓用大铁钳夹住烧红的主轴，一把扔进装满废机油的大铁桶里，滋啦，浓烟腾空而起，呛得人直咳嗽。机油表面翻滚起泡，主轴在里面发出沉闷声响，这叫油淬，能保证主轴韧性不容易崩断。就这么没日没夜干，饿了啃硬糠面饼子，困了靠墙角眯一会。半个月下来，你俩成了泥猴，浑身除了眼白和牙全是黑的。李满仓眼睛熬得通红，手上全是烫伤和血口子，但他看着那些清理干净、打磨发亮的零件，两眼直放光，跟看金元宝似的。半个月后的一个深夜，外头刮着大风，作坊里热气腾腾，所有零件组装归位。李满仓正拿刮刀在车床导轨上一点点刮，你拿水平仪仔细校对床身，你直起腰长出一口气，说：“行了，爹。”李满仓放下刮刀，用脏毛巾擦了把汗，他走到墙角，盯着木板钉的简易电闸，手指抖。李满仓声音都在发颤，问铁军：“能行吗？这半个月的苦功成败就在这一下，要是转不起来，可就全完了。”你语气硬得像铁，说：“合闸。”李满仓深吸一口气，咬着牙一把推上简易电闸，啪，电火花一闪，皮带轮跟着转了起来。嗡，沉闷有力的轰鸣声在破土坯房里响起，声音平稳厚重，车床主轴快速平稳旋转，带起一阵风。你走到床头箱前，摸出2分钱硬币，轻轻立在运转的盖子上，硬币稳稳立在那，连晃都不晃一下。主轴同心度完美，震动极小。这台50年代的老机器在你俩手里彻底活了。李满仓看着那枚立着的硬币，眼泪刷得下来了。他一屁股坐地上，又哭又笑，嘴里不
不停念叨：“活了，真活了！”你低头看看满是黑泥油污的双手，互搓几下拍掉油灰，转头看向地上的老爹，爹说：“这下咱们可以接拖拉机大修的活了。”